甭管限制多少，一把就回来了。大宇哥，车坏了。怎么回事啊？出门的时候没检查吗？不知道，突然就坏了。来，买个复牌。要不起啊？啊？别慌。几位大哥打扰一下，那个车坏了，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地儿？不知道，就坐车，别停这儿啊，等着。来啊，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卖水或者卖吃的地方？兄弟，再来点儿。我那儿有吃的，你们俩要不在意的话，请到我那儿去吃去。吴大爷，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活菩萨？我是啊，怕给咱们村人呐丢脸。哈哈，走，请吧，走着。谢谢大爷，谢谢你啊，大爷。站着。车挪了吗？不挪，给你卸了。车坏了，修好就挪。走，走，大爷，我帮你拿。哎，好，走，到我那儿去。啊，好，一拐弯就是。打什么打？你是吴根旭？对，苏律师让我来给你带路，但是我先说好啊，等会儿有的地方我们下不了车，只能在车上看看，能下车的时候我再跟您说。为什么呢？苏律师没跟您说吗？杨云胜在我们村胡作非为，他一直找人盯着我们，要是我被人看到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肯定会被打死的。大爷，您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吴大爷，今天多亏了您了，谢谢您。哎，谢谢大爷。但别说，您村里的人脾气好像都不太好。现在的人呐，跟过去没法比了。虽然我们这儿过去啊是穷乡僻壤，可是早年间我们这儿人呐，他也是懂礼数的，要脸面的。我来的路上看到村里有一个挺大的工厂，村子的发展应该挺好吧？别提了，那是我们村里的大毒瘤。自那这厂子到了以后，给我们这村闹的呀，乌烟瘴气、臭气烘烘的，老百姓真没法活呀。这么严重吗，大爷？哎，咱不谈别的吧，就拿你们现在喝的水，那我都是从邻居村里头背来的。哎，这好好的一个工厂，怎么影响这么大呀？那也算好好的工厂吗？这个化工厂啊，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抓点生产，可是近一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白天不开工了，到了晚上，这大货车呀来来往往的，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呢。他们都运些什么呀？天知道。齐兴运盛化工厂，这运盛是个人名吧？也是你们村里的人？这老板啊叫杨云胜，他呀是个村霸。那你们村里的人都去这个工厂打工吗？没有。哎，我们这村啊，大部分人是靠鱼塘养鱼为生。可是这工厂来了以后，啊，闹得乱七八糟的，鱼全死了。这些农民多不容易，这钱哪来的？都是从信用社贷款贷来的呀。生计断了，
没法活了，怎么办？只好啊，带着家里人到城里去打工去了。就没有人找这个杨运胜讨个说法吗？哼，讨说法？跟谁讨说法去？啊，我们有一个叫木头的，他把杨运胜给告了。你猜怎么着？啊，这法院他们混蛋！这官司判下来以后，杨运胜他居然赢了。是不是证据不到位啊？证据？什么叫证据？全村的鱼塘那么多鱼全死了，那不是证据啊！啊，他们这法院都瞎了眼了。不是大爷，法院他……哎呀，老天呐，也不长眼呐！那可怜的木头，又举报，又打官司，到处奔波呀，最后怎么样？就落了几万块钱的医疗费。这村里他怎么的？带着老婆到城里去了。最可恨的是，你猜这工厂怎么样？嘿，人家呀，大张旗鼓的开张了，没法说理呀。跟谁说去？晚上是有大卡车运东西到化工厂是吧？是啊，我手上还有视频呢。可是苏律师说只拍到了运输车，没有看见杨运胜和那个货车司机交货的画面，不能做证据。那你知道车里面装的是什么吗？不知道，只知道臭得不得了。臭得不得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臭味儿？发酸的？好像是。你知道这些车从哪儿来的吗？不知道，要是我知道，我早就告诉苏律师了。鱼塘往哪边走？前面左拐。这应该就是吴大爷说的位置了吧？应该就是这附近了吧，哥。但是哥，我们真的要去吗？这算调查取证了吧？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事纠纷案了。村里的自然资源涉及到公共利益，如果不实地考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去那边看看。这是什么呀？好像是油，废油。再往前走又绕回工厂，再去看看。
夏老师，鱼塘在那边。好的，戴个口罩吧，估计那边味道难闻。夏老师，这是什么？得请你帮忙拿一下了。您注意脚下，夏老师。好，夏老师。你慢点，下坡，小心箱子啊！好嘞。哎，慢点，慢点。你帮我拿下包。好的。夏老师，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味儿太大了。没事，你可以站远点。如果有什么需要，请来帮忙，好吗？好。快跑！小蔡，带人堵他们！跟着，通知我弟村有堵人！快快！站住！快快快！你去开车，村口集合，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哎，别让他进！快快快！站住！夏老师，您就往前一直开，就能出我们村。好，谢谢你啊。我先去了，夏老师。啊。看吧，啊！看清楚了，是吴根旭带着一个女的在村里鬼鬼祟祟的。姓苏那个？没看清脸，但除了他还能有谁？拿着东西，上车，拉个堵子。走，快跟上！别跑！站住！快点，快点，快！站住！站住！别跑！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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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神经病！现在谁家是个傻子？干啥？你给我站住！站住！别跑了！站住！你是谁？你干嘛？你拍了什么？手机里。哎，别跑了！别跑了！别追了！你别跑了！你不跑我就不追了，你不追我就不跑了。你来干嘛的？你手机里拍了什么？就是个过路的，什么都没拍。过路的你跑什么？你追我我不跑，不跑我就不追了吗？你不追我就不跑了。好，咱俩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休息。
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罗法官，站住！快刹车！开车！站住！站住！这是怎么了，罗法官？夏老师，你出现的太及时了。站住！对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怎么在这，罗法官？小心，小心那辆摩托！动了，大哥，动了！夏老师，你等等，你干什么去啊？你别下车！哟，怎么着了，妹妹？怎么停了呢？哎，夏老师，我跟你说啊，我们村儿不是你想来就来，你想走就走。快走！我不来，大哥！不来！哥呀！大哥，我也不敢，大哥。过来呀！就过来！哥！不是帮忙啊！你图准点！我光提醒你干啥啥不理，你人都跑了。这不是蛤蟆给我困住了吗？罗法官，你得把安全带给系上。哦，夏老师，你是不是也干什么？太勇敢了吧？喂，宁文，我没事，你在村口前面等我就行。好。哎，夏老师，你为什么在这儿啊？我来帮苏律师一个忙。苏律师，苏卓。对。你是来帮他查运胜化工厂的吧？对。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身体好些了吗？还有几个地方软组织挫伤，花点时间慢慢养吧，没什么问题了。哦。您呢？您身体怎么样？我本来也没什么大事。罗法官，医生都跟我说了，那天要不是你一直坚持不放弃的给我做心肺复苏，我就死在那儿了。嗨，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谢谢。这就客气了。今天你救了我，咱俩扯平了。这能一样吗？反正不管怎么样，以后有任何需要尽管找我，我能做的一定做。啊。这样好不好？我们俩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也可以。夏老师，现在确实不太方便。得等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哦。哎，夏老师，您就听前面就行了，我朋友就在那儿。听这就可以是吧？夏老师，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解释原因，等最近这件事情过去了，我请你吃饭。好，再见。再见。明白？那是谁啊？女侠。走，晚上回市。哎。
不是已经跟僵尸划清界限了吗？怎么还有人三天两头过来调查？哎，陈总啊，你要沉住气。僵尸化工曾经是咱们集团的子公司啊，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主管单位肯定是要来查一查、看一看的，这不是很正常吗？你就跟我说，僵尸化工的账会不会算到我头上？从法律上和财务上都已经切割得很干净了，而且僵尸化工是在大江市，集团是在凤凰岭市，怎么可能牵扯得到呢？那七星运川化工厂呢？他们正在打官司，这个节骨眼上别给我往枪口上撞。这都已经是用钱摆平了的了。赖副市长，您怎么来也没提前说一声啊？我是想打电话的，可是戴副市长直接就进来了。怎么着？有什么不方便吗？这在哪儿不方便了？您随时来，随时方便。咱们去会客室。就这儿吧。去保护好闸。哎，好。不用了，把门关上，别让别人进来。听见没有？先去吧。哎，好。戴副市长，您这是僵尸化工怎么回事啊？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做个检讨。是我在管理上的松懈，没有及时察觉到他们的问题。你说子公司出事儿，你不知道？确实是我监管上的疏忽。是监管疏忽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市长，您容我斗胆地说一句，僵尸化工虽然是凤凰岭香发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它是有独立架构体系的，每年呢都会向集团递交报告，而且都是合规合法的。陈总在这一个方面确实是很难发现问题。王律师，这儿不是法庭，我也不是法官，我知道法律讲证据。上了法庭，你们香发集团可能会从这个案子里面摘干净，但是下了法庭，你们摘不干净。僵尸化工这个事儿，香发集团难辞其咎。咱们凤凰岭市从一个贫困市变成省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市，靠的就是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如果在开发区里面重演，我们园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这个分管商务的副市长，那就是千古罪人。您这话严重了，从何而起呀？我向您保证，我们凤凰强发绝对不会出问题。你怎么向我保证啊？我今天来啊，就是要通知你们。因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省里面已经成立了检查组，要对所有的化工企业进行一次大排查。咱们市里我牵头，配合几个主管部门，也要对我们开发区做一次生产安全大整顿。你们香发集团是咱们园区的老牌企业了，一定要做好自查自纠的工作。戴副市长放心，我们绝对全力配合。陈总，整顿工作必须全到位。我不怕拿你们香发集团当典型，你们也别想轻轻松松过关。有数。
江石化工爆炸这个案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依法从重从快审理这个案子，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知道你们省高院最近在主导环境资源的司法改革，在江石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没错。经过省里面研究，省高院决定在七星县人民法院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试点，专门负责环境资源案的审理。江院长力荐你们2位去做这个开路先锋。局员，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咱们临江省啊，是个人口大省，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速度快，随之而来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用触目惊心来说也不过分。所以高院是想通过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来对环境司法改革进行一个先行探索。没错。局员，我有个问题，在没有这个环保庭之前，我们不是也在审理关于环保的案件吗？是啊，那你们2个就来说说，在以往，你们对于环境保护这种案子当中，这个审理上，一般都会出现哪些疑难问题呢？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光是这个鉴定费啊，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想告也告不起啊！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司法体系的这一块，并没有完全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随着问题不断的显现，现在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之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江石化工厂这种悲剧再发生吧？局员，那在这个审理思路上，我们需要做什么改变吗？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既然叫做司法改革创新，那就是没有方案可照，并且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实质问题，大家也都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拿，就各自先摸着石头过河吧。局员，我跟耿面没有方案可抄，不代表你心中不打草稿啊。指点指点我们呗。草稿肯定是没有，这就算是今天给你们2个留一份作业吧。回去呢，你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啊，这段时间你们审过的这些案子，一个是老百姓诉环保局的这种行政案，啊，还有一种就是民事诉讼纠纷案，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你们都解决了什么问题，放任了什么问题？你这一路上怎么不说话呀？你不会不想去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吧？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想加入。可是我没想明白，这个环保庭和其他庭有什么区别？环境司法的作用，我也是冲着保护环境去的。哎，你看，你这不已经说出答案来了吗？如果我们把环境当成第一当事人的话，我们的审判里是不是没有帮环境主张他们的权益？成立环保庭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个就是答案。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保护环境最后靠的是监管和执行单位，我们判案只能靠法条。你刚才也说了，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这3个难题，难道就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办环保案件的法庭，这些问题能解决？这10年的基层就这么把你给磨平了啊，耿年！你当年在决赛场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冷静理性。今非昔比，而且我面对情况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不都是和环境有关的问题吗？老袁，我跟我的家人曾经以原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过，我太清楚这中间的辛酸无力。我今天也以法官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杨一木那个案结果你也看到了，我们能做的太少了。你真的相信，我们只要换一个法庭的名字，这一切问题
就都能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尝试。其实我去年跟曲苑提辞职了，和你一样，那种我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做起的那种无力感，折磨得我整夜的睡不着觉。那你最后为什么留下了？因为曲苑的一番提问。对，所以这场仗我们一起打，好好打，好吗？什么？公益诉讼？田园，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污染案件只能走别的途径来起诉，要么起诉经济损失，要么起诉管理部门失职。但是这些都是要求原告负责举证。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告只要举证相关性，就可以要求被告来举证自己没有实施污染行为或者管理失职。怎么？你是想发挥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难道不行吗？
这个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公益组织是否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可是有争议的。之前的公益诉讼案都没有成功过。不是田院，那个，我记得法官法第10条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为法官有义务保护国家、社会、个人还有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在七星运城化工厂破坏了环境，他们危害的是村民和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啊。我们作为法官如果不管的话，会不会有点失职了？失职？那你们自己拍的这些化工厂的照片呢？你们这个的取证行为，在法官法那里叫什么？田院，您也不要生气。我们这调查是当事人申请的。哪个当事人？什么时候提的？申请在哪儿？就是那些不会说话、不会自己找律师的下横头村的土地、河流、植被，他们申请的。田院，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我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您说我们进行环境司法改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那就总得有人站出来。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私益，和公益诉讼没有关系。杨一木案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侵权纠纷案。请问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在杨一木这个案子里，除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和财产侵权纠纷外，七星运盛化工厂周围的土壤、池塘、沟渠是不是受到了损害？沟渠的污水会流入我们的河流和湖泊，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造成周围植被的病变死亡，而植被的死亡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周围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七星运盛化工厂是不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再换个例子，江石化工厂爆炸，受损的仅仅是江石化工厂吗？燃烧的毒气、烧毁的植被、泄漏的有毒物质，是不是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判罚江石给爆炸中受伤的人赔偿，给受损的大楼做修复。那么空气呢？植物呢？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两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不是光靠说道理来审理案件的。你们有找到能支撑你们想法的政策和依据吗？有，请大家把资料翻到第25页。这里面有罗法官和我一起节选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这里明确要求，利用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和检举揭发各种环境犯罪行为，并且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就是
法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的条目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罗法官，打断一下，你们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我们联合会可以？我们只是按规定来进行普法和司法释明工作。苏律师，明白。哎，夏老师，你怎么来这儿呢？法官，我找苏律师。哦，哎，沉不沉啊？没事没事哎，没事，这真没事，真没事。我找他有急事，我先进去了，下次再说啊。啊，再见。好。哎，你慢点，身体刚好。这谁啊？夏老师，你不认识吗？夏老师啊，上次爆炸案你救的那个。要救也是他救我，是他发现了问题，及时让我们撤离的。你说，夏老师跟苏律师关系挺好的？人家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有律师朋友不是挺好的吗？看来以后要避嫌啊！避什么嫌？没什么。哎，你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了？整个法院系统里就你一个大龄男青年，我看人夏老师气质不错，啊，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我怎么了？没事，给人家徐飞整个惊喜什么的。你看你那张无趣的脸。不是我无趣，我成家了，你成家了吗？我成家了啊！我把法院当家。上车。这些是？这些都是从杨一木鱼塘的水样当中检测出来的新型化工合成成分。整个临江省只有凤凰岭祥发化工有这个成分的专利。原校校征集请愿书。原校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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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无罪，原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校无罪。喂，林法官是吗？啊，哪位？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为什么还不改判？你必须改判袁校校无罪。林法官早。早。你手机响了？赵尔电话。不行就换个号吧。没必要。今天电梯怎么这么慢？是要开庭了吗？我走楼梯。
苏律师，你怎么来的？正好路过，想着没事过来看一下你。最近还好吧？还行，爱萍做钟点工，我白天当保安，晚上出来代驾，还完账还能有点剩余。行，那我再帮你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白天收入更高的活。太谢谢你了，苏律师。案子完了，还一直惦记着我。这个案子还没完。啊？我之前呢，本来是想搜集杨云胜的证据，向媒体曝光。这样的话，你虽然拿不到赔偿，但至少能制止他再干下去。对的，苏律师，能制止他们比什么都重要。咱们现在有新希望了，咱们去告他。可咱们不已经败诉了吗？这次不一样，这次呢，咱们就告他污染环境，不仅要告七星运胜化工厂，还要告祥发集团。凤凰岭祥发集团？对。江石化工垮了，祥发可没垮。罗法官，夏老师，这么巧啊？你经常来这个书店吗？这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会经常下班之后来这转转。是吗？我也经常来这个书店，怎么没？好巧。你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你呢？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让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改变，或许才刚刚开始。罗法官，江石化工厂不讨论。哦，对，你就算是知道也不能说。抱歉啊，职责所在。特别理解。但是我相信，洪秀儿，你看看，你给我好好看看，法院传票都发到我头上来了。你急什么呀？我不能急吗？我已经查过了，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叫苏卓，和杨云胜那个案子是同一个律师。你是说，是这个姓苏的在背后搞鬼？你想想，他开始为什么不上诉啊？为什么？因为法院不受理。他现在为什么出这招啊？因为黔驴技穷了。那现在呢？你打算怎么办？抓住他的原告资格打。罗法官，起诉书已经送到了吧？我们的证据已经提交给了法院，如果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地方，我们尽全力补上。我以为您能和当事人共情，但可能是我想错了，因为您毕竟是一个不懂环保的法官。苏律师，我是一个懂环保的法官。前两次见面没有正式自我介绍。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罗远。我知道你，省院调来的。请坐。我注意到你们的起诉书上，除了公益赔偿外，还主张对杨一木的个人赔偿。对，杨一木因为运胜化工厂的污染遭受的经济损失，我们这边有明确证据。你现在是作为原告杨一木的私益诉讼案代理律师，还是作为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公益诉讼律师？什么意思啊？您是说，如果对运胜化工厂提起公益诉讼，就不能帮杨一木拿到他自己的赔偿？我没有给你提示，我只是告知你，两个主张并行，可能存在风险。娄法官，七星运胜化工厂的污染导致杨一木的鱼塘受损，妻子流产，
还不起银行贷款，负债累累。如果不主张对运盛化工厂追偿，这个不合理。我不接受你们为了公益诉讼的成功就牺牲掉杨一木应得的赔偿。苏律师，纠正你一点，法官断案不存在成功不成功，法律是公正的。你作为杨一木的代理人，当然可以主张对他的个人赔偿，我只是告知你风险。这个案子里，你们是以民事公益诉讼形式提出，公益这2个字才是案子的焦点。苏律师，不用再说了。娄法官，我明白了，现在我们告的是运盛化工厂和祥发集团，这一切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就因为是大家的利益，我就不能让他们赔钱给我一个人。杨一木，不是不能主张你的个人赔偿，而是2个主张并行，风险会变大。环保联合会和案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苏律师是以环境公益受到破坏而得不到救治，违背基本法律原则为理由，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果还坚持你的个人赔偿，环保联合会的原告资格会更加难以被认可。行，我同意。杨一木，我不要钱了，我就要一个公道，一个道歉。真的，钱我不要了，但是罗法官，你得答应我，这一次，法院不会再让我失望。我是法官，我不能给你这个保证。但我唯一可以给你的保证，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出最公正的审判，这是我作为法官的本分。在民事诉讼法中，我们一直强调原告要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孟教授，环境侵权啊，它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它往往包含着几个特点，比如间接性、隐蔽性、扩散性。如果说因为一时我们找不到形成利害关系的原告主体，那么就不受理了。曲副院长，我认可你提到的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和公益性，但如果对原告资格不做限定，那张三李四不就都来起诉了？我作为律师代表说几句啊，咱们这个公益诉讼的提出，在我看来就是冲着保护原告去的。他们的举证难度是下降了，但是被告企业都被缠进去了，不管造成污染的原委是真是假，但是被告企业都要分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向公众解释。请问姜院长、曲副院长，你们怎么判断哪个公益组织有资格，哪个没有资格？民事诉讼法里确实提到过，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是这有关组织的范围太大了，这里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符合，什么是不符合。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公益诉讼要想被成功推行，就必须先定义有关组织是什么。国外虽然有案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具备可借鉴性。这是全国民政部门所登记过的环保组织和有关机构。我在想，是否可以从合法合规性、成立时间、从事活动的类型3个维度来判断一个公益组织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资格。省高院环境司法改革小组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你们对民事公益诉讼案在程序规则上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首先是适度限制原告处分权，第二是天然的职权主义，第三举证责任的特别区分，四环境修复费用的公益性，第五就是审执合一的合理性。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被告对上述原告的主张和证据是否有异议？审判长，我方首先认为，大江环保联合会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代理人，请阐述。审判长，既然是公益诉讼，那么就要确定大江环保联合会的资质是否合规合法，主张赔款支付给谁，谁来监督，谁来实施修复。如果随随便便让一些民间团体打着环保公益的幌子，敲诈勒索，甚至是陷害化工企业，那对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啊！审判长，关于我方资格问题，请查看提交的3号文件。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作为依法在大江市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公益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长达6年以上，一直致力于保护生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遏制非法排污等行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法院应当赋予我们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资格。审判长，这样认定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没有先例的，存在诸多举证风险，有失公平，请法庭驳回。本次环境公益诉讼案，因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仅作为公益代表人起诉，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保护，不随原告的意志而转移，相关限制，被告代理人应该已知晓。因为事关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影响法院查明污染环境的事实，并作出责令被告恢复环境的判决。被告代理人担心的举证公平问题，本身要考虑到双方举证能力的差异和环境证据收集的复杂性，从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关于赔偿的支配问题，原告不是实际收益的获得者，因此无权接收环境修复费用。环境赔偿款项将汇入环境公益金账户，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监管使用。至于后续的执行，原告无需另行申请，被告不自动履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决的，将由法院主动移送执行。关于原告资格和相关问题的解释如上，被告代理人是否还有异议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律师协会的会长不是说那天当场驳斥了法院的提议吗？怎么回事啊？我听说法院这次不认可他了，最高法那边也在做相关的讨论。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谁呀？说曹操。我先走了。老曲，好久不见啊！老冯，今天是出庭啊？是啊。哎，你这省院的领导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是法官呢。法官出现在法院，那不是正常的吗？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谁呀？咱们的老同学，温莹的儿子，罗远，罗法官。你还别说，这母子俩啊，长得是真像，一模一样。没想到咱们当年抱的那胖小子，如今啊子承母业，已经成了法官了。老冯啊，你想说的恐怕不只是这些吧？实不相瞒，我现在啊是凤凰岭祥发集团的法律顾问。咱们这种关系，这也就免了。我如果想找你，还用这个吗？避嫌，你们啊都避嫌我几十年了，至于吗？啊，自打我端起这个律师这个法啊，你们聚会请客吃饭就从来没叫过我，有点过分啊。在这个人情社会，这个的确是显得有点过分。没关系，等我退休之后，全给你补上。等你退休啊，恐怕我得饿死。老曲啊，哎不，曲院长，这次这个公益诉讼，是不是你们省院鼓捣出来的？什么叫我们鼓捣出来的呢？人家公益诉讼啊，这个情况早就有，知道吧？好，我们只是给他更新换代了一下。不说这个了，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们能不能以后别老盯着我，拿我当典型啊？你说你们好端端的，干嘛非要把精力浪费在公益诉讼上？哎，这怎么是浪费精力呢？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同步跟上才行啊，对不对？我们总不能让一些人老惦记着钻法律的空子。哎，老曲，好，我这还有个会，马上到点了，不说了，好，再见。法官什么意思啊？是让我多赔钱吗？你这案子我就从来没打过，我哪知道法官什么意思？再
再说，你说你一个普通的伤人案，硬是从刑庭打到民庭，将来还可能打到行政庭。你一个律师，你告诉我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就一句话，1分钱我都不会多出啊。杨医生，你别忘了，你的诉讼费是我给你出的，你只要听话，我可以把你的赔偿降到最低。如果你不听话，我可以让你赔得倾家荡产。你威胁我？你说对了，我就是威胁你。今天这个公益诉讼案开庭还算顺利吗？两位年轻人，你们自己回答一下。庭前对公益诉讼各方面的论述都挺充分的，原告的资格认定也没有问题，只是关于原告最后的主张，详发到底要赔多少，这个问题还得考虑一下。现在原告提供的认定报告里面，不光有详发的专利，也有一些化工厂在使用的普遍成分，这要区分来源、数量，包括对于这个污染程度的鉴定，这都是难题。看见了吧，这个环保案呐，你让这个老百姓提供证据，鉴定是很困难的。同时，咱们作为审理上，也会遇到一些个技术上的问题。进来。圆圆，学院。啊。哦，我们这儿还没结束。啊，田院说过，我手里有个案子，可以请曲院给指导指导。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林法官，汇报工作也得讲究个流程，是吧？你不能见人逮人啊。这样吧，林法官，你先让曲院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下午4点，工作时间。再说了，上级领导给下级机关处理工作难题，这不是工作义务吗？曲院，这是我们刑庭的林海兰，林法官，对吧？这是你们中院响当当的人物，名声在外。这个他的这种工作精神，我们大家是要学习的。来来来，进来进来，林法官，进来进来。曲院啊，是这样的，林法官手头呢有一个案子，一审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哎呀，现在这个案子啊，让我们中院啊实在是头疼，一波波的记者志愿者天天堵在法院门口，劝都劝不走。热点嘛，我知道。田副院长说的这个案子，你们两个关注过吗？来，坐下，大家都坐下，让田副院长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啊，一起聊聊。坐。坐吧。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啊叫袁笑笑，是个大学生，一个动物爱好者，在他组建的这个叫动物爱好者的聊天群里，有人买卖金雕。金雕，猛禽的一种，国家1级保护动物。国家1级保护动物，和大熊猫一样。这个袁笑笑啊，本来就是帮着群里的朋友中转的，也就是去接货送货，不牟利。你不要了？对。你不要早点说呀！我老婆不让我买，说这个东西是犯法的。那现在怎么办？要不你退回去吧。我看他精神已经不太好了，再上车运输会死的。那怎么行？3000块呢，那让卖的人退给我呀。我给你买。所以他是怕鸟在运输途中死亡，才买下它的。对，但他知道买金雕是违法的。曲院，袁笑笑一审被判了3年，在我看来，这个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是依法判罚。但是他现在上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怎么看由袁笑笑这个案子引发的这番舆情呢？这金雕现在还活着吗？活着。这个袁笑笑就是自己饿着也要给这个金雕买肉呢。那判3年确实有点重。受害主体金雕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啊。之所以这个案子会引起这么强烈的舆情，在我看来有2点，一个是袁笑笑这个年轻人，他宁肯节衣缩食，他要去喂养这个
金雕，没有伤害他。第二，就是担心我们审判不当，对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造成致命的伤害。林法官，在之前办理的那些个刑事诉讼案，它大部分当中都存在被害的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或是单位，对吧？对，这次的主体就是金雕。但这个案子当中，被害主体除了金雕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们想想看，环境。对，生态环境。那环境？学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